我今天要带你听一部让中国人读了1000年、争论了1000年的书《水浒传》。这不是一本英雄的史诗，这是一本关于中国人如何在烂透了的秩序里苟活、挣扎，最终拿起刀的生存实录。他不关心谁坐龙椅，他只关心一件事：一个本本分分的普通人，到底要被逼到哪一步，才会彻底放弃做良民的念头？我们的故事从北宋末年说起，那是一个极度魔幻的时代，一边是汴梁城里熙熙攘攘的繁华，《清明上河图》上记录的世界级盛景，茶馆、酒肆、商铺一家挨着一家；另一边，这个王朝的骨头早就被虫子蛀空了，表皮鲜亮，内里腐朽。施耐庵开篇第一个写的人，不是什么盖世英雄，而是一个小混混的发迹史。这个人叫高俅。高俅本是街头的无业游民，会踢蹴鞠，能察言观色。就因为把一脚球踢进了当时还是端王的赵佶的心坎里，从此平步青云，最后竟然做到了太尉，掌管80万禁军。请注意，这不只是一个小人得志的笑话，这是整部书最重要的一个底色当最高权力的选拔标准，从谁有真本事变成了谁能陪皇帝玩得开心，整个社会的公平就开始雪崩了，而且是静悄悄的、无声无息的雪崩。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迎来了全书最让人心痛的人物林冲。为什么说林冲最让人心痛？因为在他身上，我们最容易看到自己的影子。林冲不是天生反骨，不是生来就要造反，他是个典型的中产阶级，80万禁军教头，有一身过硬的本事，有一份体制内的稳定工作，有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他这辈子最大的理想，说出来朴素得让人心酸，老婆孩子热炕头，平平安安过日子。他对这个腐朽的制度没有任何野心，也没有任何仇恨，他甚至是这个制度最忠实的维护者。但命运偏偏要拿这个最想做良民的人开刀。事情起于一次极其偶然的邂逅，林冲陪妻子去岳庙烧香，就在他离开片刻的功夫，高俅的干儿子高衙内看上了林冲的妻子，当众调戏。林冲赶回来，拳头已经举起来了，可当他看清对方的脸，认出那是顶头上司高太尉的儿子，他的拳头软了。请注意这个细节，这是林冲悲剧的真正起点。如果换成鲁智深，这一拳早就打下去了；如果换成武松，刀都拔出来了。但林冲没有，他在脑子里飞速权衡了利弊，想到了饭碗，想到了仕途，想到了得罪高太尉的后果，然后把这口恶气硬生生地吞了下去。他以为退一步，海阔天空。可丛林法则早就告诉我们，当狼盯上了羊，羊的退让只会让狼读出一个信号，这只羊软弱可欺。高衙内非但没有收手，反而害起了相思病，一定要得到林冲的妻子。于是一张针对林冲的大网悄悄张开了。陆谦，那个曾经和林冲称兄道弟的好朋友，为了巴结上司，设下了一个毒计。他先把林冲骗出去喝酒，调虎离山，让高衙内登门施暴。虽然林冲及时赶回，没有酿成最坏的结果，但林冲依然选择了忍。他砸了陆谦的家，却不敢去太尉府讨说法。紧接着高俅亲自出手了，这就是著名的误入白虎节堂。这是一个极其阴毒的政治陷阱。高俅先让人将一把好刀卖给林冲，第二天又借口要看刀，传唤林冲带刀入府。林冲是个单纯的技术官僚，哪里懂得这些弯绕，兴冲冲的去了，却被人引到了白虎节堂，那是军事重地，严禁携带兵器。高俅立刻翻脸，给林冲扣上一顶手持利刃、意图行刺的大帽子。到了这个时候，林冲依然没有想过反抗，他在公堂上辩解，在狱中上下打点，最后因为负责审案的官员知道他是冤枉，
稍作周旋，才把死罪改成了赐配沧州，家破人亡，冤深似海。按理说林冲应该恨透了这个世道，但没有。在押送沧州的路上，两个工人董超、薛霸对他百般折磨，用滚烫的水烫他的脚，给他穿磨脚的新草鞋。林冲一声不吭，逆来顺受，甚至还陪着笑脸请他们喝酒。为什么？因为林冲心里还有一个幻想，只要熬过这几年的刑期，我还能回来，还能过我的日子。他把休书写给妻子，是不想连累他。这种忍的哲学在林冲身上被推向了极致，也让读到这里的人压抑到了极致。然后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来了，高俅没打算放过林冲，他派陆谦追到沧州，买通了管营，要将林冲烧死在草料场里。那天夜里，老天爷似乎也看不下去了，降下了一场大雪。正是这场大雪压塌了林冲住的草屋，逼得他不得不躲进附近的山神庙。就在庙里，林冲隔着门缝听到了外面陆谦和富安的对话，他听到了那把火是他们放的，听到了高俅如何步步设局，听到了他们准备回去领赏的打算。那一瞬间，林冲世界里最后一盏灯灭了。他所有的隐忍，所有的委曲求全，换来的不是一条生路，而是一个死局。法律已经死了，正义也已经死了，在这冰天雪地里，只剩下最后一条路。林冲推开了那扇门，这一刻，那个唯唯诺诺的教头死了，一个复仇的杀神诞生了。他手起刀落，杀了陆谦，杀了富安，把仇人的人头摆在山神庙的供桌上，走进了漫天风雪。我们要读懂风雪山神庙这一段的凄凉，施耐庵的笔法是神来之笔。那漫天的大雪不只是自然里的雪，更是林冲心里的寒。杀完人的林冲提着花枪在雪地里踉踉跄跄地走着，他能去哪里呢？家没了，身份没了，前途没了，天地这么大，竟然容不下一个老实人。逼上梁山这4个字，我们挂在嘴边用了几百年，但只有读懂了林冲，你才能真正感受到那个逼字有多沉。他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被一寸一寸的挤压，退无可退之后，绝望的反击。那不是野心，那是纯粹的生理性求生。林冲上山了，但梁山绝不是什么世外桃源，这是我们必须说清楚的事。很多人以为梁山就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亲如兄弟的好汉聚义之地，哪里？梁山也是一个小社会，有派系，有排挤，有残酷的潜规则。林冲刚到梁山，当时的山主叫王伦，是个落地秀才，心胸极其狭窄。眼见林冲武艺高强，又是京城的军官，心里就起了忌惮，怕他夺了自己的位子，于是百般刁难，提出了一个极其无耻的条件，让林冲去山下随便杀一个路人，拿那个人头来换入伙资格，这就是投名状。你看，这是多大的讽刺！林冲在山下被高俅逼得没路，走到了山上，又被王伦逼着去杀无辜的路人，体制容不下他，江湖也在作践他。这哪里是英雄的世界？这分明是换了个地方的名利场。就在林冲左右为难，在山下守了3天也没等到倒霉鬼的时候，另一个人闯进了我们的视野。如果林冲是一座被压抑的火山，那这个人就是一团肆无忌惮的烈火杨志。杨志是杨家将的后人，名门之后，一心想在体制内混出个人样，但比林冲运气还差。我们暂且按下杨志不表，因为此时一个真正让全书熠熠生辉的人物登场了，他就是鲁智深。鲁智深本是魏州经略府的提辖，日子过得踏实舒坦，但他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金翠莲，
只因为路过听到了哭声，问清楚了原委，就提脚去找地头蛇郑屠算账。这就是拳打镇关西。大家记住的往往是那3拳打死人的热闹，但我们细看鲁智深做事的整个过程，你会发现这个人拥有惊人的处世智慧。他没有鲁莽地直接冲过去动手，而是先让金翠莲母女快点逃走，估摸着走远了才去找郑屠。到了肉铺，他也没有直接开打，而是消遣郑屠，让他先切精肉，再切肥肉，再切软骨。一方面是为了拖时间让人走远，另一方面是在激怒对方，让对方先动手，自己在道义上站住脚。打死了人他也不慌张，指着尸体骂一句你诈死，洒家与你慢慢理会，趁乱脚底抹油，跑得干干净净。鲁智深是水浒里唯一的圣人，梁山108人里，绝大多数人杀人是为了私仇，或者是为了利益，或者像李逵那样嗜杀成性。只有鲁智深，他杀人从来不是为了自己，全是为了别人。为了金翠莲，他丢了官职；为了刘太公的女儿，他在桃花村暴打小霸王周通；为了林冲，他大闹野猪林。野猪林那一幕是《水浒传》里最动人的兄弟情。当董超、薛霸举起水火棍要结果林冲性命的时候，松树后飞出一根禅杖，鲁智深纵身跳出来，第一句话不是骂那2个工人，而是对着林冲说：兄弟，洒家寻死你苦，这5个字道尽了江湖义气的最高境界。林冲一路受尽折辱，没有人关心他的死活，只有这个只喝过几顿酒的汉子不远千里，一路暗中护送。鲁智深的出现是对林冲那个冰冷世界的一次巨大救赎，但鲁智深救得了林冲的命，救不了林冲的心。林冲骨子里还是想回头的，所以在野猪林无意中暴露了鲁智深的身份，导致鲁智深在相国寺也待不下去，只能亡命天涯。随着越来越多的英雄流落江湖，水浒的故事像一个滚动的雪球，把形形色色的人卷了进来。而真正把替天行道这4个字变成一面大旗，把散落各处的草莽整合成一股政治力量的人，不是林冲，不是鲁智深，而是那个看起来手无缚鸡之力的黑胖子宋江。宋江的出场和所有好汉都不一样，他没有震天的武功，长相也不出众，人称黑三郎，但他有一个全书最强的必杀技仗义疏财。如果说鲁智深的义气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宋江的义气就是你缺钱我给，你犯事我兜。宋江在诞城县当押司的时候早已黑白通吃，他利用职务之便私放了劫取生辰纲的晁盖一伙人，这一手直接奠定了后来梁山的雏形。但我们必须深入剖析宋江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因为他是整部书里最难读懂也最值得读懂的一个人。很多人讨厌宋江，说他虚伪，说他一心招安是投降派，但如果我们站在那个时代去看，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极具政治智慧，同时又极度矛盾的人。宋江是水浒里少数拥有顶层设计思维的人，其他好汉像阮氏三雄，想的不过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过一天算一天。像武松想的是有仇报仇，只有宋江在认真思考一个终极问题：我们这帮杀人放火的人最后该怎么收场？他深知对抗朝廷没有出路，落草为寇只能逞一时之快，于是他把招安视为让兄弟们洗白身份重新做人的唯一通道。为了这个目标，他开始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宋江上梁山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排座次，这不是简单的按武功或年龄论资排辈，这是一次精密的权力分配。我们仔细看那块石碣上108将的排名，排在前列的除了绝对核心的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剩下的基本都是前朝廷军官。
也就是所谓的降将派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而那些真正出身草莽，最早跟着晁盖造反的元老，比如阮氏三雄、刘唐，排名都相对靠后。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宋江在刻意抬高体制内出身的人，压制草根出身的人，因为他清楚将来招安要和朝廷谈判，这些前军官才是朝廷眼里能接受的筹码，而那些纯粹的强盗在官家眼里一文不值。在这个过程里，宋江也展现了他性格中最阴暗的一面。为了拉人入伙，壮大声势，他不惜毁人清白，把好人逼上绝路。最典型的是秦明。秦明本是青州的军官，性格火爆，但忠于职守。宋江为了逼他入伙，派人假扮秦明攻打城池，屠杀百姓，导致慕容知府杀了秦明全家。秦明走投无路，只能归顺梁山。宋江后来把花荣的妹妹许配给秦明，算作补偿。但这种不择手段的逻辑，已经让我们看清了那义气二字背后的阴冷。这种阴冷在卢俊义身上体现得更加彻底。卢俊义是河北首富，武功天下第一，日子过得风生水起。宋江觉得梁山缺一个有名望的人来镇场面，就让吴用设计去卢府墙上题写反诗，陷害卢俊义，最终弄得他家破人亡，不得不上山做了第二把交椅。所以当我们高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时候，请别忘了，这兄弟情谊的底色有时候是鲜血淋漓的。梁山泊不只是聚义厅，它也是一部巨大的绞肉机，把各色各样的人绞碎了，重塑成一个叫梁山好汉的集体符号。当我们看懂了宋江的权谋，我们才算摸到了水浒的一半，另一半属于武松。武松和林冲完全不同，林冲的底色是忍，武松的底色是狠。但他不是一开始就狠，他其实是一个极度讲究规则和体面的人。景阳冈打虎，大家耳熟能详，但我们往往只记得他的神力。请注意打虎之后的武松做了什么？县令赏了他1000贯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武松分文不取，全部分给了猎户们，说自己只是侥幸。猎户们为了这只虎受苦已久，钱归他们。就这一件事，你就看出武松做人的格局仗义疏财，有分寸。此时的武松对体制充满向往，他当上了阳谷县的都头，穿上制服，觉得光宗耀祖了。当他发现哥哥武大郎被潘金莲和西门庆毒死之后，他首先做的不是拔刀杀人，而是搜集证据。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细节。武松是水浒里法律意识最强的人之一，他找到证人何九叔，拿到骨质苏黑的物证，又找来仙哥做人证，然后带着证据整整齐齐地去县衙告状。他相信法律会给他一个公道，然而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县令早已收了西门庆的银子，不仅不立案，反而训斥武松说他是听信谣言。那一刻，武松心中那座庙堂轰然崩塌。他终于明白，在这个世道里，杀人偿命这条天经地义的道理是有钱人说了算的。第3场，狮驼岭社会的毒打。如果说前面的劫难是为了修心，狮驼岭这一难就是让刚刚成熟的孙悟空见识一下真实社会的深渊到底有多黑。狮驼岭是全书背景最深、手段最残忍、规模最庞大的妖魔集团。原著里写，骷髅若岭，骸骨如林，人头发编成毡片，人皮肉烂做了泥尘，人筋缠在树上，干焦晃亮如银。这哪里是人间？这分明是地狱。狮驼国原本是繁华的人类国家，被大鹏金翅雕一口气吃光了满城百姓，把整个国家变成了妖怪的首都。这3个魔头是什么背景？青毛狮子是文殊菩萨的坐骑，黄牙老象是普贤菩萨的坐骑。那个最凶残、
吃了一国百姓的大鹏金翅雕，论辈分是如来佛祖的亲舅舅。在这一难里，孙悟空经历了取经路上最彻底的一次破防。当他被大鹏鸟用阴阳二气瓶差点化成血水，当他以为唐僧已经被吃掉，这位曾经连玉皇大帝都不服的硬骨头跑到雷音寺，倒在如来脚下嚎啕大哭。他哭什么？他不只是在哭师父，他是在哭这个世界的荒谬。他一路走来打死的白骨精、三打车迟国、六耳猕猴，这些没有背景的草根妖怪，哪怕只是想吃口唐僧肉，都被他一棒子打得魂飞魄散。可是狮驼岭这三个魔头吃人无数，罪恶滔天，仅仅因为他们是菩萨的坐骑，是佛祖的亲戚，就可以在下界作威作福。当如来带着漫天神佛降临狮驼岭，大鹏鸟不仅没有悔改，还嚣张地说：如来，你怎么敢来管我？而如来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是用好吃好喝的供养着他，让他皈依在自己座下。没有惩罚，没有审判，甚至连一句道歉都没有。狮驼岭之战打碎了孙悟空对绝对正义的最后一点幻想，他终于明白，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所谓神仙与妖怪，有时候只是一线之隔，一个编制的区别。他学会了闭嘴，学会了接受这种无奈的现实，这是一种悲哀的妥协，但也是在这个复杂庞大的系统里唯一能继续前行的方式。第四场，女儿国人性的软弱，看了那么多血腥残酷的权谋与杀戮，我们来聊聊81难里唯一没有妖气却最为致命的一难。很多朋友说女儿国有什么难的，他们忘了取经团队是一个人。女儿国这一难不是针对孙悟空的，它是专门为唐僧，也就是我们的本我量身定制的终极诱惑。那位拥有倾国倾城之貌，掌握一国之权的女王，不要唐僧的肉，她要唐僧的心。她开出的条件是：我愿将一国之父奉上，情愿做王后。这对一个正常的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不需要再经历风吹日晒，不需要再面对那些要把你开膛破肚的妖怪，只要点一下头，金钱、权力、绝顶的美色、安逸的生活，瞬间全部拥有。这是对人类软弱天性最精准的暴击。在这温柔乡里，那个发誓不到西天死不回国的圣僧动摇了吗？原著里写得极其微妙。当女王深情款款地叫他玉帝哥哥时，唐僧是耳红面赤，羞答答不敢抬头。电视剧里那句经典的若有来生，虽是改编，却极符合原著神韵。唐僧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不是冰冷的机器。面对如此真挚热烈的爱，他感到恐惧，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竟然有了留恋。这才是女儿国这一难最伟大的地方。他没有刀光剑影，只用最柔软的丝线缠住了你前进的脚步。在理想与世俗的幸福面前，如何抉择？如果唐僧毫无波澜的拒绝，他只是一个无情的木头。但他动心了，他流汗了，他痛苦挣扎了，最后依然咬破嘴唇，强行挣脱，翻身上马，说出那句冷酷的女菩萨，请自重，承认人性的软弱，感受过极致的诱惑，却依然选择背负着十字架走向那条充满荆棘的孤独之路。这才是真正的强大。女儿国的遗憾，是所有追梦人在成长路上，为了那个遥远的灵山，不得不放弃的沿途风景，很痛，但很壮美。走过这4场战役，经历过背叛、分裂、社会的毒打与情感的割舍，这支伤痕累累的队伍终于站在了灵山脚下。按照爽文的习惯，接下来应该是敲锣打鼓，佛祖亲自下山迎接，颁发荣誉证书，衣锦还乡。但吴承恩偏不，在全书最后几回，他安排了3场极其荒诞却又无比通透的戏码，将全书主题推向了超神的境界。第一场，
凌云渡脱胎换骨。灵山脚下有一条河，叫凌云渡，水流湍急，上面只有一根独木桥，接引佛祖撑着一条船来接他们。但唐僧一看，这是一条没有底的漏船，唐僧吓坏了，死活不肯上。孙悟空趁他不注意，一把将他推了上去。唐僧吓得大惊失色，却看见水面上飘走了一具尸体，指着哆嗦。孙悟空拍着手笑道：“师父莫怕，那个原来就是你。”猪八戒和沙僧跟着贺喜：“是你，是你。”水里飘走的那具尸体是那个肉眼凡胎、充满恐惧、迂腐软弱的陈玄奘。在抵达终极目标的前一刻，你必须彻底杀死过去那个充满执念的自我。无底船渡的不是肉身，而是灵魂。只有抛弃沉重的凡胎，褪去所有的我执，才能真正登上彼岸。第二场佛门圣地的贪污事件，唐僧满怀虔诚地拜见如来，如来让阿难、迦叶二位尊者带他们去取经书。结果这两位关上门，搓着手问：“圣僧从东土大唐来，带了什么人事给我们呀？没点好处，这经我们可不白给。”唐僧彻底傻眼了。我历经981难，来到大雷音寺，你们居然公然索贿！孙悟空暴跳如雷，要去如来面前告状。如来怎么说？如来不仅没有惩罚阿难迦叶，反而说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去。还举例说，以前有人念了一遍经，只收了3斗3升米粒黄金，我还觉得卖贱了。小时候看到这里三观震碎，长大后再看，这是何等的写实。吴承恩在借佛祖之口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珍贵的东西是不付出代价就能得到的。最后唐僧无可奈何，拿出了唐太宗御赐的紫金钵盂，依依不舍地递了过去。紫金钵盂是皇帝的信物，是他一路化缘的饭碗，更是他作为大唐高僧这个显赫身份的最后象征。交出紫金钵盂，意味着唐僧在这个世间最后一丝物质依靠，最后一丝身份的骄傲被彻底剥夺。在追求终极真理的路上，你必须一无所有，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去。第三场无字真经的哲学升华，交了保护费，经书总算拿到了。师徒4人高高兴兴下山，半路上被风打翻，打开一看，全是无字真经，上面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有，全是一叠叠白纸。唐僧崩溃，觉得这10几年白干了。他们回去找如来算账，如来笑着说：“其实这无字真经才是真经，只是你们东土人看不懂，我只好勉强给你们几卷有字的。”这一幕是整部《西游记》的最高潮，是中国古典哲学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最高体现。为什么一开始给白纸？因为人生的真谛根本无法用文字记录。你走过的这108000里，你脚上磨出的水泡，你被妖怪抓走时的恐惧，你在女儿国流下的眼泪，你在狮驼岭感受的绝望，这一切的经历本身就是真经。目标其实是虚无的，过程才是意义。这就是无字真经最震撼的地方。故事的最后，如来论功行赏，唐僧被封为祛坛功德佛，那个桀骜不驯的孙悟空被封为斗战胜佛。很多朋友不解，后来那个到处搬救兵、圆滑世故的孙悟空，凭什么叫斗战胜佛？因为佛家的胜从来不是战胜别人。当年大闹天宫打趴10万天兵，那不叫胜；一棒子敲死妖怪，那也不叫胜。真正的斗战胜是战胜了那个狂妄暴力、充满执念的自己。成佛后的孙悟空做的第一件事是对唐僧说：“师父，我也成佛了，你赶紧把那个紧箍咒念一念，把这破圈子从我头上摘下来吧。”唐僧微微一笑说：“悟空，你且摸摸自己的头，看还有没有紧箍。”孙悟空伸手一摸，
头上空空如也，那个折磨了他14年的紧箍自然消失了。原来从来就没有什么物理上的紧箍咒。当你内心躁动，充满欲望与嗔恨时，社会的规则、现实的压力就是勒在你头上的紧箍，让你痛不欲生。但当你历经千帆，真正与这个世界和解，与自己和解，你的心自由了。心若自由，天下便再无紧箍。西游记的故事讲完了，但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我们每个人生来都以为自己是那个可以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我们觉得只要够聪明、够努力，就能掀翻天庭，把生死簿撕得粉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自己的五行山，它可能是永远还不完的房贷，可能是无休止的加班，可能是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也可能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我们被压在山下，被套上了紧箍。我们开始学着说违心的话，开始学着跟领导敬酒，开始学着咽下那些不公平的委屈。有那么一刻，你在深夜照镜子，看着那个眼带血丝、满脸疲惫的自己，你觉得那个手握金箍棒的猴子已经死了，你变成了一个圆滑世故的俗人。但是朋友，请不要为此感到羞耻。西游记用了整整100回的篇幅，就是为了告诉我们一件事：向现实妥协，并不代表懦弱；收起锋芒，并不意味着背叛自己。我们接纳了内心那个贪图安逸的猪八戒，习惯了那个默默挑担的沙和尚，牵着那匹不会说话的白龙马，咬着牙，依然护送着最初的那个唐僧，走在通往灵山的路上。这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当你带着一身的伤疤，甚至带着那些无奈的妥协，最终走到属于你自己的灵山时，你依然是那个盖世英雄。朋友们，这篇文案写了将近1万字，几乎掏空了我全部的心血。如果这些文字为你拨开了一些人生的迷雾，请一定不要吝啬你的点赞与关注，更建议你把它收藏起来。当你在未来某个时刻再次遇到属于你的9981难，感到迷茫、痛苦、撑不下去的时候，翻出来再听一遍。这支无形的取经队伍随时会为你集结。愿屏幕前的你护好心中的唐僧，降服人生的心魔。愿你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我是浮光，感谢你的聆听，我们下一本古籍再见。